兄弟們，我們測試過3台迷你主機，適配 SteamOS 3.9 来作為我們的 Steam 客廳遊戲主機，但是它們都有一個相同的缺點，就是在游戏性能上不能和馬上就要发布的 Steam Machine 旗鼓相当，可能只有它的预期图形性能的1/3。现在我们终于找来了一台不但能叫板 Steam Machine， 还能超越它的迷你主机。今天我们将继续探索 SteamOS 用于 X86 小主机的边界。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 8060S 核显小主机作为客廳遊戲機在 SteamOS 下的體驗和感受。680M 核显、780M 核显，還有890M 核顯之後，今天我們要繼續推進測試 AMD 新一代 8060S 核顯，看它適配 SteamOS 能否暢玩 4K 遊戲。我們使用以前介紹的 FEVM FA-EX1 這台裝置 Max Plus 395 CPU 的，只有一升小體積的，目前所有迷你主機 CPU 最強的，能跑峰值160瓦性能釋放的旗艦級迷你主機，來測試 8060S 核顯下的 SteamOS。可以說我們弄出了當前裝置 AMD APU 的迷你主機裡的最強組合，這已經是我們使用迷你主機安裝 SteamOS 的最大誠意了。我們仍然先來看看 Steam Machine 接口配置和我們這台 8060S 核顯小主機放在一起對比一下。Steam Machine 的 CPU 是6核12線程的 AMD Zen 4，最高 4.8GHz 30瓦 TDP， 這個 CPU 應該是接近 Ryzen 5 7640U， 不如 7640HS， 而 Max Plus 395是16核32線程的 Zen 5，最高睿頻 5.1GHz 160瓦的峰值性能釋放，和 7640HS 相比，多核是 7640HS 的3倍，單核超過了 7640HS 接近 20%。 這塊目前所有迷你主機裡性能最強的 CPU 是從山頂上碾壓 Steam Machine 定制 CPU。GPU 上 Steam Machine 是 28CU 的 RDNA3 主頻 2.45GHz 8G GDDR6 顯存，而 8060S 核顯是 40CU 的 RDNA 3.5 主頻 2.9GHz 最大 96G 顯存，看起來 8060S 更強，但 GDDR6 的帶寬要比 Max Plus 395支持的 LPDDR5X 8000兆赫茲更強。28CU 的 RDNA3 和 Radeon 7600M XT 接近，從 3D Mark Time Spy 的跑分來看，最強核顯 8060S 是強於 7600M XT， 但強的不多啊。接口方面 Steam Machine 就要比我們的小主機差太多了，1000兆網口不如實際萬兆網口，還沒有 Type-C 接口，更不是雙 USB 4，也沒有 Aux-Link 接口， HDMI 也不是 2.1 的。Steam Machine 體積接近4升，是只有1升的 FEVM FA-EX1 的4倍，這差別太大了吧。我們這台超越版迷你 Steam Machine 體積小很多， CPU 強很多， GPU 強一些，接口強很多，等於是全方位超越了即將推出的 Steam Machine。 當然價格嘛，傳聞 Steam Machine 可能定價$1000，這個價格真是太貴了，已經有難產的消息出來了，說不是1季度，可能是上半年才出來。如果到時候真是$1000，接近7000元人民幣，相比 Max Plus 395，如果是64G 版本會貴它3000元，能出 32G 版本可能就高得不多了。FEVM FA-EX1 的機身不高，我們給它安裝雙系統，放入 SteamOS 系統盤的時候，只有把 NVMe 的散熱馬甲去掉了。不過通過機身的導熱體直接連上了鋁合金外殼，這散熱就有保證了。BIOS 裡設置 16G 顯存就得了，然後把 SteamOS 設置為第一啟動位。啟動 SteamOS， 我們進設置看看我們的配置。SteamOS Holo 3.9 已經更新到12月18號的版本，已經識別出我們的 CPU Ryzen AI Max Plus 395和 8060S 核顯，顯存大小是我們在 BIOS 裡設置的 16G。 看看我們的網卡，板載有線網卡和無線網卡都已經識別了，我們連接了板載10G 網卡，音頻也沒有問題，可以通過 HDMI 輸出聲音。
藍牙連接 Xbox 控制器也没有問題。一塊安裝 SteamOS Holo 3.9 的 NVMe 硬盤，在 780M 核显、680M 核显以及 890M 核显、8060S 核显都可以直接適配，对使用 AMD APU 真是太友好了。都到这儿了，點個關注不過分吧？謝謝啊！現在我們來測試遊戲，我們將從最優的畫質開始。首先必然是地平線4，我们使用了 4K 超高畫質，這是遊戲的最高畫質，全程一直跑在110幀以上 ，CPU 性能釋放保持140瓦左右 ，GPU 最高溫度70度出頭。这游戏畫面真好看啊！每次這海濱公路我是開得最爽的，我感覺我能跑上一天。SteamOS 和 Max Plus 395配合也非常好。地平線5 4K 超高畫質，開了2倍抗锯齒，普通場景80多幀，複雜場景60多幀。地平線5也是咱們這台超越級 Mini Steam Machine 表現很好的遊戲，我們使用的是原始分辨率，沒用 FSR。如果要說 Steam Machine 能夠原始分辨率跑 4K 遊戲，我覺得地平線4和5是代表。今年要來地平線6了，希望也有好的優化。古墓麗影：暗影 4K 最高畫質，運行性能測試，平均幀51幀，也算接近能玩吧。賽博朋克2077 1080P 低光最畫質 ，FSR 3平衡模式沒開啟真生成，跑性能測試99幀。2K 低光最畫質同樣沒開啟真生成。平均幀75幀 ，4K 低光最畫質開啟真生成。只有56幀。荒野大镖客2 1080P 超高畫質運行評估測試，平均幀82幀。2K 超高畫質。平均幀72幀。4K 超高畫質只有42幀呢，還是在 2K 分辨率下玩吧。黑神話：悟空使用遊戲中的性能測試工具 ，2K 超高畫質 ，FSR 3超采開到50，開啟真生成，平均幀75幀。1080P 超高畫質 ，FSR 3超采開到50，開啟真生成。最後結果是平均幀99幀每秒。實戰一下。
我不过就此决断。這就是我們打造的 8060S 核顯，超越迷你 Steam Machine 的遊戲體驗。說實話，部分遊戲確實達到了 4K， 比如《地平線5》和4，部分遊戲還是 2K， 甚至是 1080P。最後，硬件兼容性上，我們這次測試了迷你主機 FEVM FA-EX1， 它的 CPU 是 AI Max Plus 395，一款含最強核顯 8060S 的 APU。他們的 MT7925 WiFi 7無線網卡和藍牙，還有板載有線網卡 IQC113C 萬兆和 Realtek 龐協 2.5G 網卡，都順利通過了兼容性測試，都能完美兼容 SteamOS 3.9 系統，非常好啊！我個人是希望所有的 AMD APU 小主機都能兼容我們的 SteamOS 3.9。接下來我們會繼續使用迷你主機來測試 SteamOS。最後，因為是我們這台迷你主機太強了，我們除了和即將推出的 Steam Machine 比較，也可以和另外2家的客廳遊戲主機 Xbox 和 PS5 比較一下。各方面我咋覺得還是碾壓呢？除了顯存帶寬這一項外，2大主機就沒有還手之力。當然，這僅僅是在配置上啊，而且最新的 PS5 Pro 的 GPU 也是很強的，恐怕比我們的 GPU 還要稍微強上一點點。這只是讓大家看看逆天的 8060S 小主機適配 SteamOS 之後，真成了客廳遊戲小怪獸。好了，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我是老白，謝謝朋友們的觀看，再見。